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近期在泰国引起轰动的事件——国家审计署大楼的坍塌。初步调查显示，这座大楼所使用的部分钢筋竟然来自一家早已被查出不合格的中资企业。这不仅引发了对建筑安全的质疑，更使得政府高层和相关企业面临严重的责任追究。工业部的调查指出，该钢筋的强度不达标，直接影响了结构的完整性。而在地震中，这些劣质钢筋的表现更是令人震惊。负责现场救援的副首相强调，所有参与工程的泰国和中国企业必须对这起事故负全责。值得注意的，这座大楼原定于2026年落成，但目前完成度仅30%点。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已经拘留了几名相关人员，并查封了涉及的文件。这一系列的行动无疑让所有人都在思考，究竟在这起悲剧背后隐藏住什么样的真相。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泰国曼谷，一座30层高的国家审计署大楼在强震中倒塌，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根据联合早报和泰国媒体的报道，倒塌的原因很可能与使用了不符合标准的钢材有关。泰国工业部在初步调查中发现，负责大楼钢材供应的中资企业产品质量不达标。这家公司位于罗永府，早在去年就因产品不合格被勒令停产。工业部长阿卡那在视察后表示，看到这些钢材时，他深感震惊。虽然他不愿过早下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钢材的规格和制造商存在问题。联合早报指出，问题钢材来自新科源钢铁公司，这是一家在泰国注册的中资企业，其大部分股东是中国公民。该公司去年工厂发生火灾后，被发现多处违反安全和环境法规，生产的钢材尤其在强度方面不符合标准。负责现场救援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则强调，建筑设计和施工质量也是调查的重点。根据泰国法律，建筑物必须具备抗震能力，但这座新建大楼在缅甸强震中却未能幸免。阿努廷表示，相关的泰国和中国企业必须为此负责，并承诺将在7天内公布调查结果。与此同时，曼谷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在地震后迅速恢复正常运作，泰国股市也在周一恢复交易。泰国证券交易所和中央银行召开记者会，向公众保证泰国的金融支付基础设施和服务正常运作，并未受到地震影响。制造业和出口业务也未因地震而中断，贸易继续正常进行。另据曼谷邮报报道，中国已经派出专家前来协助调查，虽然中国承包商尚未被允许进入现场，但调查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阿努廷表示，对于建筑商的泰国和中国方面都必须承担责任，因为在大多数建筑都经受住地震考验时，国家审计署大楼的倒塌显得格外刺眼。在另一个角度，曼谷警方逮捕了5名中国公民和1名泰籍翻译，这些人被发现从建筑工地的临时办公室带走了一些文件。警方随后查扣了这些文件，并进行审问。这些文件被认为可能与承包商和分包商的信息有关。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建筑材料质量的重要性，也引发了对建筑行业监管的思考。随着调查的深入，相关各方将如何回应和采取措施，仍需拭目以待。眼下，政府和工业部门的调查结果将是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关企业也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法律责任。欢迎大家进入6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2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的坍塌事件无疑暴露了建筑过程中质量把控的漏洞。根据调查报告，大楼使用的钢筋由一家中资背景的公司供应，而这家公司早已被发现产品不合格。这不仅仅是个别公司责任，也反映了对建筑材料审核的不严格。我们不能对这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姑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仅威胁着建筑工程的安全，还可能导致惨重的人员伤亡。正如《隋书·杨素传》中所言，小不忍则乱大谋，若我们对这种行为视而不见，必然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哎，楚天舒，你这话听着真振奋人心，可问题没那么简单。虽然钢筋供应商确实有问题，但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们，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建筑施工是个复杂的过程，设计、施工、监管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就像在足球场上，不能因为前锋没进球就完全责怪他。再说，你知道曼谷其他建筑都没事，偏偏就国家审计署大楼倒塌吗？这说明设计和施工也有很大问题。建筑商和监理同样要负起责任，否则我们只会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谢琪琪，你这番话听起来是为那些无良企业开脱啊！我们都知道，钢筋是建筑的骨架，质量不过关的钢筋如同无根之木，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历史上，伦敦大火后重建时，建筑材料的严格把控为城市的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不能依靠侥幸，如果建筑设计和施工人员都以为用次品可以蒙混过关，那我们就离悲剧不远了。所以，必须对供应商的责任追究到底，同时加强监管，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确保工程的安全。楚天舒说的轻巧，你老提那些古典故事，但现代的建筑问题要复杂得多。关于钢筋供应商的问题，当然要追责，但不能因噎废食。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全球每年有超过200万建筑工地事故，其中许多是由于施工管理不善。寄希望于单靠材料质量来保证安全，这就像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应该加强整体的工地管理，提升施工人员的专业素养，而不仅仅是盯着材料这一块。谢琪琪，当然，整体管理和施工素养也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建筑材料的质量。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再好的驾驶技术也无法弥补发动机故障带来的危险。数据显示，建筑事故中有超过30%与材料质量直接相关，而这正是我们可以直接改善的部分。假如我们在材料质量上严格把控，就能显著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这一事件需要成为警钟，提醒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不容马虎，尤其是材料供应上。楚天舒，你说的对，但别忘了，光有好的材料不行，还得有人能正确的使用它们。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0%的建筑事故是由于人力资源管理不当造成的。你说质量重要，我不否认，但我们也得从根本上提升施工人员的技能和管理水平，否则再好的材料也会被糟蹋。正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再精良的士兵和武器，没有好的指挥也会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得全面提升整个建筑行业的综合素质，而不是单凭一处问题来解决整体安全隐患。我是评委合理，我想对2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楚天舒和谢琪琪的辩论展现了对建筑安全问题的深刻思考，2位辩手的观点各有千秋，但同时也显露出辩论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楚天舒的立场清晰，他强调了建筑材料质量的重要性，指出了钢筋供应商的责任以及对建筑安全的直接威胁。他引用历史实例，强调了材料把控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合理且不可或缺的观点。他的论据具有说服力，并且能够让人联想到现代建筑中因材料不合格而导致的悲剧。然而，谢琪琪的反驳也非常具有启发性。他不仅反对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材料供应商，还提出了施工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体的失败。这让辩论变得更具复杂性和深度，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多个层面进行改进。然而，在辩论过程中，楚天舒似乎过于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忽视了建筑行业的多元性。他的论点有时显得过于简化，未能充分考虑施工人员和管理层的角色。相对的，谢琪琪在解析问题时，虽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但也可能有将责任推给其他方面的风险，导致对根本问题的忽视。最终，这场辩论告诉我们，解决建筑安全问题并非仅仅依赖于某一环节的改善，而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性改进方案。楚天舒的强调材料质量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谢琪琪的观点也提醒我们，施工管理和专业素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实际应用中，应当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能够兼顾材料、设计、施工及监管等多方面，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建筑安全性。总结来说，这场辩论引发了我们对建筑安全问题的深入思考，无论是材料质量还是人员管理，都是确保建筑安全的关键要素。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为多元和系统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建筑行业的安全提供更佳的保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News breaks, buzz the ground, stories spin, w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sound, faces mix in the crowd,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ink a different theme,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6 degrees connect the dot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than us. Hear the voices rise aloft. Truth unveils in every spot. Cultures clash across the globe. Spin the threads in a strobe. Every story wears a robe. Truth and lies in their code. Journalists dig real deep. Secrets out, they don't sleep. Every angle they'll keep. In the news we take a leap. New perspectives day by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a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New perspectives day by day.